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好，观众朋友们，持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中东的情势哦，看似现在正在升温当中。好，首先当然是因为伊朗这边已经撂了狠话哦，说要以牙还牙，所以现在说啊，美军啊有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中东最大的基地要启动撤离。好，那伊朗官员当然是呛瞎说啊，德黑兰已经告知有美军驻扎的中东国家啊，如果美国锁定伊朗的话，伊朗就会攻击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军基地。好，那美军位在卡达哦，有一个基地叫做乌代德空军基地哦，已经有部分的人员接到消息，建议他们在14号的晚间之前要离开基地，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行动的象征。好，那当然美国是不是也剩2招来打伊朗哦？其实现在有个罩门，就是发现啊，哇，中东现在是没有航母群的状态，而且萨德飞弹也不够。好，我们看到五角大厦内部啊，对于美军在多条战线哦，同时在承压感到忧心。那因为现在还要包含是乌克兰的战争，甚至还有中东的冲突，那美军在拦截飞弹跟防空资源的调度跟产能上面哦，是跟不太上的。好，那美国战略中心转移哦，所以目前在中东是没有航母打击群可以使用，只有水面舰支队。好，所以因此主要进攻的方向可能就为印度洋上的美国战略空军，以及从以色列方向出发的美以联军。好，现在外媒哦就曝露说啊，这个美军的南海航母啊全速正在移防哦，当然就是要赶快跑到中东这边来进行支援啊！好，五角大厦正紧急哦，把原本部署在南海的航母打击群哦调往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的辖区，以因当前哦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好，所以相关的外媒报道就是说，五角大厦是在14号的时候就下令要在南海这边执行任务的林肯号航母打击区全速的移到中东这边哦。好，这航程大概要1周时间，所以目前推估最快在1月下旬就可以到阿拉伯这边。好，那看到伊朗这里现在也是在校正，好，因为伊朗的电视台也释出了暗杀川普的讯息哦。好，那我们看到这是伊朗的国营电视台，他们播出一个片段。好，这片段大家应该有发现哦，这是2024年川普在竞选造势的时候差点遭到枪杀的画面。好，那就配着以色列国际新闻电台特派员史坦因。他就发文说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针对川普的威胁，那后头的就是重点。他说啊，这一次子弹不会失手。所以威胁的讯息满哦，那大家就觉得这个局势持续在升高当中。好，那当然伊朗现在也紧急宣布关闭领空，那周边的空域，你看到这张图啊，哇，全部都塞满了飞机。好，伊朗当局是在14号深夜无预警的宣布关闭领空，那除了事先获得许可的国际民用航班起降之外，后来这所有的航班都不能进入伊朗的领空所以形成了这个外面都是飞机，就里面是空空的。好，那伊朗紧张，意大利现在也呼吁公民赶快离开。那英国暂时的关闭了大使馆。那意大利的外交部是发声明说，考量到伊朗安全情势持续紧张所以呼吁在当地的意大利公民要尽快离开。英国政府也宣布要暂时关闭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好，两国都已经调整了领事服务跟旅游的建议，提醒国民注意安全。好，其实关闭大使馆或是呼吁公民赶快离开都是一种讯号，也就代表接下来这个地区可能会有没办法掌握情势的状况，所以当然希望他们自己的国民不要卷入里头的争端。好，那当然伊朗现在强力的跟叫嚣，甚至还有释出刚刚我们说的暗杀川普的这个讯息，也就代表美伊之间关系越发紧张。好，那是不是也是无视川普的警告？我们看到伊朗的司法总监艾杰他是说要对参与全国示威而被捕的人士进行快速的审判，所以说部分人士可能会遭到处决。好，那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大家也会看美国这边的态度。美国到底要给伊朗人什么援助我们看到川普说，
讲了3个字，自己想哈。当然，他英文不是讲3个字啦。好，那当然他说很多援助都在路上哦，形式多样，包含从我方角度而言的经济援助，但是我们不会帮伊朗太多。但川普也特别讲到啊，说伊朗啊。杀戮已经停止了，那无处决计划，但没有排除军事行动。他说啊，他们被告知啊，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而且没有处决计划。那是否将军事打击排除？不，我们会观察并看事态的发展。好，但是他讲这个没有处决计划，哎，又跟这个伊朗的司法总监呢艾杰说的话，好像似乎又有点矛盾。好，那伊朗跟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官员啊，有特别讲说，伊朗其实还蛮强的不是你想象说弱到一击就垮所以美国应该暂缓行动。那这是消息人士有说啦，以色列跟阿拉伯官员啊，最近有告诉川普政府，他们认为其实伊朗政权还没有被削弱到美军足以发动致命一击的程度，所以建议美国要暂缓行动。那多个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也积极的在游说华府，希望阻止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啊，一旦这个冲突升高的话，就会冲击全球的这个油市，那也会对自身的安全跟经济造成反噬。那目前看起来啊，人权团体也有意见因为在伊朗这边啊，动荡造成了很多的死伤，所以伊朗的人权团体说啊，伊朗的安全部队啊，在镇压示威的行动当中，至少已经造成了3428名的示威者死亡，那10核的死亡人数啊，正在激增当中。所以目前伊朗的情势是紧张的，但是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看到川普的说法，他应该也在观望因为伊朗的局势并不像委内瑞拉这么样子的能控制。好，我们一样先问邱毅委员，美国到底该不该介入伊朗？当然，美国介入伊朗也有它正当的理由，因为伊朗的经济非常的糟糕，而且伊朗的阶级之间的分野非常的大，例如像他的军队里面。革命卫队跟国防军2个基本上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然后这个革命卫队又跟他的石油的利益又绑在一块，吃香喝辣，这种相对的剥夺感当然会引起很多伊朗基层民众的一个愤慨嘛。所以伊朗当它发生了经济的危机，当然啦这个经济的危机很大的一个成分，是因为美国长期对伊朗做经济制裁所造成。但是严重的货币的贬值、通货膨胀、经济的衰退，再加上我讲的贫富差距、相对剥夺感，伊朗其实已经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是不是伊朗发生的问题，美国就该介入呢？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现在川普在做的其实就是中国战国时代秦国的宰相范雎建议秦昭襄王干的，叫远交近攻。远交近攻的攻主要是集中在西半球，就是美洲，也就是中南美、拉丁美洲跟北美的格陵兰，甚至将来加拿大也可能被卷入其中。所以它的远交近攻的重点是在美洲，所以才有人讲这个叫唐罗主义嘛。好，可是呢，就伊朗来说，它不在进攻的范围之内，而且伊朗的国土这么大，160万平方公里，再加上它的地形结构，美国的地面部队根本不可能进入，最多是采取所谓的空中打击的方式，而这种空中打击的方式打到最后就会跟去年的12日战争一样，打完了那也就结束了。所以基本上该不该打，就像川普旁边现在准备做他接班人的范斯副总统，他就认为不该打，用外交手段解决。可是另外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刚才一轮也提到的，很多人也建议说伊朗也不是软柿子，
从去年的12日战争就可以得到例证，伊朗是有反击能力的，要把伊朗打垮，那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要耗费很大的成本。但是川普呢，基本上大话已经说出来了，他已经告诉伊朗的人民说，你们继续抗争吧，我对你们的救援马上就到了，话都这么说了，而且也关闭了跟伊朗官员之间的互动，也就是代表范斯所谓的外交手段也已经行不通了，他不准备做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情势仍然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我认为啊，最后川普会形式上对伊朗进行轰炸、进行攻击。现在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已经往伊朗附近的海域在前进了，再加上啊，这个刚才讲到的乌代达、卡达尔的乌代达基地，还有伊拉克的基地，另外还有巴基斯坦，都发现了有美国的 F-35、F-22、B-21的战斗机都已经在那边穿梭，所以我认为最后川普会采取空袭的方式、空中军事行动的方式来对伊朗那么做一个重击，但是不会把这个战局扩大。好，那就看后续哦，到底是如何。不过有些讯号已经出来了，介大使。对，现在美国事实上也是面临一个抉择啦，到底要不要军事干预？那军事干预的话，就是用什么形式？看起来美国近年这种军事干预啊，对于弱的对手啊，他就是什么斩首啦，哎，对于小的对手，他就把你啊并吞，对不对？什么丹麦啊、格陵兰啊，就直接把你并吞。那像这个川普的作风啦，那像这个委内瑞拉啊这些中型弱中型国家哈，他有办法就情报工作啊，内应接好以后呢，斩首式攻击，只能把这个总统掳回去，也不能够把军队派进去。那碰到伊朗这种国家的话，伊朗可是中型国家的大国啊，它有120万平方公里，然后呢，它的这个人民啊有9000万，土地非常的大，然后呢，要导弹有导弹，核弹不晓得有没有啊？导弹有导弹，然后还有无人机，然后它的空军、海军、空军战力是不错的啊。地面部队的话，那则熟门熟路嘛，对。所以美国起川普的作为的话，可能不会说派地面进去部队进去，可能就是外科手术式的攻击啊。那这攻击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大概2重目的啦。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对于他所支持的这一次在伊朗境内非常卖力的想要推翻教士政权的这一些伊朗的友人们，他有个交代。因为我想现在美国的过去跟这个在伊朗境内的伊朗友人们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因为每一次伊朗被打都是怎么样，都是内部都有内应啊。莫沙德常常被破获，那美国 CIA 表示不好意思抓还是怎么，还是抓不到，反正就是说他内部有很多朋友。而这次像这个巴勒维2世，对，出来喊话啦，人都到了埃及了，都要去喊话，然后叫这伊朗人民坚持下去。坚持到最后，成功就是我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亚塞拜然的这些教士集团赶出我们这个伊朗，让我们波斯人重新掌握政权啊。那你要看波斯人在伊朗是主流啊，亚塞拜然人是少数啊，所以这些有很多内部的朋友。那他们这些朋友现在做什么？就说你看嘛，我们都起事了，你们怎么军援还没到？你们这些美国，你们这些西方的国家。你当时给我这么大承诺我们要怎么样？双方内部跟外部结合那现在我们这个已经死伤了3-4千人了，你们还是怎么样？动一张嘴，所以怎么样都要做个样子。那所以一方面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办法真的对这个伊朗政府再进行打击；另外也是要对内部的这些朋友，伊朗的朋友们有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川普在拿捏了，因为他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不过我认为就是说他的手段一定是什么？
绝对会低于去委内瑞拉的手段，然后呢可能会发几个飞弹，重点打击一些地方，要有个交代，要不然以后谁跟美国合作啊？好，永明教授怎么看？其实最新的消息是，伊朗决定要暂停处决他们前几天在街头上逮捕的一位26岁的年轻人，因为参加抗议，然后呢手段激烈，所以呢被逮捕，马上被判死刑。那就在差不多几个小时之前，伊朗这边说他要停止处决这位26岁的青年，索塔尼。那马上这个消息就传到川普那边，那川普那边就回应说，这个事情这样子做是对，那我们就暂停军事立即的攻击，但是不排除未来的发展。这个讯息什么意思？第一个，抗议还是很激烈，镇压也很全面，所以死亡的人数到底多少？2000、3000我们不知道，但是有相当的数字。第二个，伊朗其实还蛮怕美国打的，虽然他会反击，他也可以把这个事情移转到变成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抗拒，可是可能会造成情势的更混乱，所以他用这个方式讯息表达出来。那中间一定有很多就是阿拉伯的国家在中间做这个等于是连接。那第三点呢，美国现在也没有 ready， 也没有准备要立即的去打伊朗，因为航空母舰其实美国现在11艘航空母舰只有3艘现在能够运行，一个是叫福特号在委内瑞拉的外海不能动，那第二个呢是在乔治华盛顿号在日本的横须贺，它上个月才进港维修。那第三个呢，能够现在正在往波斯湾的是之前2个礼拜在南海的林肯号，还要至少3天到5天，所以这个时间还要再看，就是伊朗内部的情势以及美国是不是最后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我们现在都要了解如果伊朗真的瓦解了，不管是美军攻击造成的瓦解，还是内部的抗议造成这个政府的瓦解下台，它不是会立即的出现所谓颜色革命希望的民主自由，事实上真的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伊朗的混乱，中东地区的混乱，以及以色列还有美军基地面临到的这些攻击混乱。伊朗的混乱就是这整个这个利益阶级、革命卫队、安全的民兵都在混乱。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这个哈梅尼87岁的哈梅尼已经1个多月没有现身了，他做了36年的最高领袖，他要怎么样交棒，他的健康问题怎么样这个现在是大家最大的这个关切。那现在2个人，一个是他的2儿子，他跟革命卫队比较接近，比较强硬派；另外一个之前何梅尼的孙子叫哈桑，他是比较改革派。所以这一次这个暴动跟美国的互动，接下来会影响到哈梅尼他的健康、他的露面以及后续的权力的安排，然后就看伊朗要怎么走了。好，这个伊朗情势蛮复杂的我们持续会带大家来关注。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国总统川普一定常常坐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头想这个世界没有我什么不能做到的事情好，当然格陵兰就是他现在心心念念的。好，那他当然就酸了丹麦守不住格陵兰他 po 文14号社群媒体发布了2篇的贴文，他再度强调他要掌握格陵兰的战略目标，而且声称格陵兰对于金琼防空系统非常重要。那随后又嘲讽丹麦的军力不足以守护格陵兰，所以他直言只有美国能做到更要求北约要将丹麦赶出去。好，那现在丹麦跟格陵兰的外长要会面川普那说跟美国有根本性的意见分歧。那看到现在是丹麦的外长他特别讲说，我们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那我们没能改变美国的立场。那格陵兰的外长则说强化我们跟美国的合作，但这不代表说我们要受制于美国。
好，那目前看起来哦，防俄罗斯跟中国占领战略要地，那支持川普砸钱买格陵兰吗？好，路透有一个易普所的这个民调访问啊，我们看看哦，美国人怎么思考。好，47%哦是反对美国收购格陵兰，只有17%的人表态支持。好，他们认为哦，美国以武力夺取格陵兰哦是好主意的人哦，只有4%。那就连共和党人哦，也只有8%的人赞同。好，所以对于这个川普要跟格陵兰之间的这些状况哦，看起来美国人哦兴趣缺缺。好，但是我们要看到是这个欧盟的冯德莱恩哦，特别也驳斥了美国的主权伸索。他特别讲到说啊，格陵兰人可以信赖我们哦，也就信赖欧盟。那真的可以这样子吗？因为目前看起来哦，川普可能要跟北约整个交恶哦，就是并斗的状态啦。好，那川普步步逼近哦，德国现在也部署了军队到格陵兰，要执行的是海事监控。那这个是德国政府在14号他们自己证实，他们在15号到17号要向格陵兰派遣13名的官兵，那要跟其他欧洲国家一同执行侦察任务。那还有瑞典啊、挪威14号也相继宣布要向格陵兰来派遣军事人员啊，自然就是看到川普觊觎格陵兰的野心啊。现在欧洲国家有一些行动了，好，但真的能像冯德莱恩说，格陵兰人可以信赖他们吗？有些人还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哦。好，那我们看到格陵兰他们这边讲说啊，将有更多的北约部队进驻。好，这是格陵兰的财政跟税务部长哦兼副总理，他就说从今天开始哦，以及未来的几天哦，预计就会有很多的北约士兵出现在格陵兰，那预期就会有更多的军机还有船舰。那法新社这边有一些相关报道啊，说德国跟法国在今天表示哦，他们将跟其他欧洲国家一同派遣部队前往格陵兰。好，那这样的动作到底会不会形成一种牵制，或是让美方稍微比较收手呢？好，我们持续要再关注。好，但是美国现在对于委内瑞拉哦，当然觊觎的就是石油哦。那现在也把他们的总统抓到了纽约这边来受审。那川普哦，则是跟美国的临时总统有通电话，那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我们就看到川普讲说啊，他跟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啊进行了一次很棒的对话。好，大家有发现吗？川普每次在跟人家通话的时候，事后说的都会说哇很棒的通话，但是见面就不一定是很棒哦。好，那当然他说啊，这个罗格里格斯哦是一个很出色的人。那两个人讨论了包含石油、矿产、贸易以及国家安全。他说我们正在取得一个重大进展。好，那当然两个人通话就不能只看一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罗格里格斯。他说啊，跟川普通话富有成效且和善，双方展现出互重。好，但是他的话语里头并没有谈论到太多具体的内容。好，那大家也很关心啊，说现在美国对委内瑞拉这附近是不是也有一些军事的动作？好，目前根据一些外媒的报道，还有 X 的账号有些消息啊，说美军根据联邦搜查令有登船，查获不止违规运输的俄罗斯原油，那还有包含高达1.5吨的黄金，还有巨额现金，那疑似是为俄国采购战略物资的筹佣，还有大批预计要运往俄罗斯的电子零件。那这个消息说是组装自杀式无人机的关键零件。那甚至 X 的账号啊，特别有指出说啊，乌克兰在黑海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那据消息有至少4艘大型的邮轮在诺沃罗斯科夫斯克附近的海域遇袭。所以目前看起来啊，这个川普是不是有疯狂10天、闪电3连击啊？他的目标当然就是稀土说接连发动攻势，又是委内瑞拉又是并吞格陵兰，那又对伊朗的贸易往来对象加征25%的关税。CNBC 报道说啊，这一连串行动的共同主线就是美国挑战中国跟关键矿产地位的决心。所以像这些投资研究机构的分析师啊，说美国啊不希望中国大陆在格陵兰拥有经济影响力，当然也想反击俄罗斯介入北极的企图，所以削弱亲近中俄、伊朗跟委内瑞拉。但目前看起来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态度算是比较保守，所以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上面说，救不了委内瑞拉跟伊朗铁杆盟友，中国全球的强权实力
是不是目前有一点受到考验？好，我们还是看到了整个目前的盘势哦，在川普的手掌心内吗？我们先问邱毅委员。川普对格陵兰的兴趣，我看要远远的大于对伊朗的兴趣。川普对伊朗有可能斗而不破，围而不打，即使打，也只是交代式的打，而不会真打，最多就是采取空中式的用导弹、无人机、战机的空中打击而已。可是格陵兰就不一样了，川普是一定要把格陵兰拿下来，这是他第一次担任美国总统，他就想要达到的梦想。而且我刚才讲过，川普在远交近攻，他的往北，阿拉斯加已经是美国的了，下一个就格陵兰。一旦拿下了格陵兰，那这个时候加拿大的西边阿拉斯加是美国的，东边格陵兰也是美国的，那加拿大就危险了。囊中物了吗？川普所讲的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51州，现在看起来不是一句戏言，川普可能已经早有盘算。所以卡尼才会那么紧张，才会这一次很热情的异乎寻常，很热情的带了几个部长到大陆去访问嘛。好，那回来谈，川普对格陵兰有兴趣，当然格陵兰有价值，战略的价值，资源的价值。那怎么拿下格陵兰呢？如果用军事的方式来占领格陵兰，那当然轻而易举。可是后遗症太大了，这个要负的后遗症，连美国的人民刚才电视墙里面讲的调查的民意只有4%啊，美国民意也不赞成啊。好，那第二个，如果有买的呢？那现在要买的交易的主体对象是丹麦啊。川普的心目中啊，他虽然是北约的头，可是他对于爱说大话的这些欧洲的国家，他心里是看不起的，他更看不起丹麦啊。所以我认为，川普如果真的要拿下格陵兰，他要采折中的做法。格陵兰的人现在很想独立，你干脆想办法帮格陵兰里面5万多的5万多的人民，帮助他们进行著名公投，让他们独立。独立以后，慢慢的再跟格陵兰的政府再谈，把格陵兰收到美国的囊中嘛。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慢、比较迂回，但是也比较不会发生摩擦与负面效应的做法。但问题是，川普能不能等到？因为他的任期不够啊！哈，介大使。其实川普他讲了，他借口很多。他说啊，就是说这个格陵兰对美国他计划那个金琼计划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拿下格陵兰。其实格陵兰跟还有很多欧洲的那些学者官员都说，其实你美国现在已经有格陵兰的军事基地了，最大的基地就是你美国的。对，你要布置金琼什么都可以合作啊。对。那可见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借口，因为川普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了，我们可不是只要控制格陵兰哦，我们要拥有格陵兰，我们要在法律上对格陵兰把它变成美国的，所以就摆明了就是开疆扩土啊，就是要把这块地吃下来。那事实上格陵兰大部分都不是人居，对不对？那边这么大一块土地，220万平方公里土地，只有5.6万人口，都沿在那个海边，都沿着那个海边的沿岸上住，所以大部分地方真的是人迹罕至啊。那随你去搞啊，你要去搞你的飞弹基地你就搞啊。可是可见川普是不满足的，他说得很清楚，我们就是要这个地方的所有权，所以他法律上的归属。那他就是说有很多这个军事占领是一回事，对啊，我实际占领，我用战争的方式赢得这块土地。要不然法规上还有一个先占，现在已经轮不到他了，就是说这块地没有人的，对不对？我先来的就是我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透过就是说当地住民的怎么样自觉，透过一个民主程序，他可以办公投，他可以办什么然后呢，最后决定我们希望成为
美国的一个什么海外领地，那也就可以挂美国国旗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川普其实说穿了，他讲一大堆理由啊，其实就是想要怎么样做美国的这个开疆辟土的一个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得到地位。因为曾经过去他曾想在美国那个南达科达州有一个不记得有那4个总统像的吗？对，就 Mount Rushmore， 就是那个地方，我去过，哇，很偏远，那个像是很壮观了啊。那我记得没有错，那还有一块地方还可以再放一个头。他想放在那里。你知道那个头原来是谁的？那个头原来是开那座山的那个刻那个雕刻的人，他本来想搞4个总统，另外留一个头是他，结果大家都反对，所以还有个地方，川普想把他头放那个地方。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块好像还留着，所以就变成这个川普有领土野心啦，说穿了就这样。那欧洲国家表演性质居多，他真敢跟美国打吗？起码川普不会相信啊。对啊，川普目前看起来除了有野心之外，他想在历史上面留一个定位。永明教授，我先讲我的观点了。我觉得川普接下来的3年之内取得格陵兰的机会非常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格陵兰人自己本身的公投。简单的历史1867年，大家大概记得那个时候美国政府跟当时的俄国买阿拉斯加。主要负责的人是当时美国的国务卿，叫舒尔德。舒尔德曾经跟美国总统林肯一起竞选过总统，结果他输了，参议员出身的。林肯找他做了国务卿，然后呢就开始内战。内战结束之后，林肯被暗杀，副总统江森站这个上来，让他继续舒尔德做国务卿，可见他的地位。他就马上发动去购买阿拉斯加720万美元。但那个时候被所有美国他的这些同僚们、媒体们嘲笑，买了一个不毛之地，这叫做舒尔德的冰箱。其实他本来下一步要买格陵兰的，但是因为内战刚结束，又720万花了买阿拉斯加，大家风评不好，所以他就停止了。为什么他想买格陵兰？阿拉斯加跟格陵兰，接下来他就要把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加拿大并做美国的另外一个州，所以从那个时候，美国的历史就一直在这样子。1898年，麦金利总统就开始跟西班牙打仗，就取得了就是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跟关岛，然后也顺带的拿下了夏威夷。现在川普完完全全照这个步伐，可另外一方面，丹麦呢，我跟你讲，丹麦也不用那么高尚啦，讲什么主权？丹麦在17、18世纪的时候，也是到处跟着大英帝国来去收殖民地啊。印度的南方现在就是以前叫锡兰现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丹麦有很多殖民地、贸易港，还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现在还在。它整个打包在18世纪卖给英国。然后呢，西非也是一样，几个地块打包卖给法国。接下来1917年，当时在加勒比海有一个丹麦属西印度群岛，2500万美元卖给美国。现在美国叫做，大家应该知道，叫做美属维京群岛，观光胜地。所以丹麦如果能卖，它一定卖。北约也绝对是，格陵兰绝对比北约的这个就维持还要重要。但是现在格陵兰是一个自治省，丹麦不能卖了，没有角度去卖它。人家是自治省，人家都有总统了，所以怎么办？压力之下，我想北约可能会劝丹麦，你就让格陵兰人公投，川普就每个人给10万美元，不够再加20万，然后呢，就成为美国的这个领土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解决的方案应该会一步一步的往这边推，而且川普一定要留下这个。他不只想要在那个刻上他的头，他要历史留名，这个一定历史留名。好，这个拿取格陵兰大家都有很多解方那不知道川普最终会选择哪一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好，目前在日本这边大家也发现了高市早苗有野心他现在要解散众院，还说是密谋吗？因为周刊文春有先爆料一件事情说统一教会说高市当总裁是天意，说有3200页的黑档接自民党的内幕，那里头报告详细说教团对自民党政客长期支援跟接触。好，高市早苗的名字出现32次，其中202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教团的干部有向总裁报告说高市会成为自民总裁，所以他们认为是天意。好，统一教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它是韩国创立的，然后传到了日本。但是讲到一件事情，大家就会了解说2022年安倍晋三遇刺，当时嫌犯就是说他的母亲向统一教捐了巨额的款项导致家破人亡，所以他自此对于安倍晋三非常的不满，所以统一教可能跟自民党之间是有一些相关的联系。好，那这样大家对于统一教比较了解了。好，那高市早苗也表态要提前的解散众议院在19号会开记者会说明。那他们自民党的干事长铃木俊一特别讲说，高市的这个计划下周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那知情人士说，高市正在考虑要将大选的日期定在2月8号。那这跟日本媒体之前报道的是一致的。好，那但是在野党当然不满嘛，说大为光火批高市浪费税金罔顾民生，那甚至考虑合组新政党来号召中间势力在选战当中对抗自民党。但这是不是一场政治豪赌呢？哇，高市早苗的密谋连造王者也不知情。这造王者说的就是麻生太郎他被视为是高市政权的政治豪赌。好，那当然这个对岸的人民日报就有特别讲三问日本撕开其所谓的和平国家的假面，说一面高喊着和平，那一面又推进了扩武，言行巨大的反差，撕开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假面，甚至也充分暴露了日本战略走向的危险性。所以三问日本为何弃和平宪法改谋无核三原则，频频挑地区的事端，他们的行径暴露的战略危险，那国区必须要认清真实的面目。好，但最近日本跟韩国有一些互动看到了日韩领袖发言不同，高市也没有谈到中国大陆。好，李在明的说法是说，东北亚的地区，韩国跟中国跟日本要寻找共同点，加强沟通还有合作。好，那李在明支持率当然也创了就职以来的新高，那当然它上升5.7个百分点。那尹锡悦则是因为内乱首这个谋罪，所以检方求处死刑。但是大家说南韩目前看起来是实质废死所以这个意义大于死刑好，那也看到卡尼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大陆的北京在昨天晚上就已经抵达北京，那开启就任之后首次的对华正式访问。那大家认为加拿大跟中国大陆可能会在油菜籽或者是电动车上面互相让步。好，我们就要来带大家看画面就是卡尼下飞机之后拉着中方代表说了好久好久当时的温度是-3度C大家就说难道不冷吗？似乎这个热情已经感受不到外面的冷然后大家看到拉着中方代表持续的在进行沟通。好，那当然加拿大总理卡尼到了中国大陆，当然就说了可能会在一些相关议题上面做一些讨论。好，那也会签署多份的文件。那这一次随行的人员也包含了有加拿大内阁的成员，有5位，那是迄今为止加拿大总理出访规模最大的部长级代表团。好，那当然这个是8年之后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自然也被关注，尤其在川普说要并吞加拿大成为51州之际好，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现在局势是一环接着一环。我们一样先问邱毅委员。高市早苗她不只是一个有野心的女性，她是一个具有浪漫野心的女性。因为她是浪漫野心，所以当她心里的想法已定的时候，她就不会改变了。所以她1月23号，她一定会解散众议院，然后提前改选，而且她会在2月8号前后，她就完成了改选的工作。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2个，一个要使自民党单独过半，以后就不再受到
像维新会啦，或者是过去的公民党的撤走。第二个，他希望整个自民党变成高市党，因为自民党里面还有很多老先生，他是不服高市的，他觉得高市就是一个政治上想法不够成熟的女性，所以高市希望透过改选，能够让自民党不仅一党过半，而且还可以让他自民党成为高市党，他能够让他这个首相像是过去的安倍晋三一样，可以维持这么大的权力，而且可以长期执政。可是高市的想法能不能最后实现呢？我给4个字：祸福难料。高市的民调很高，最新的一个民调，他的支持率78.1%，高不高？非常的高，高到吓人。可是自民党的支持率高不高？不高，30%。所以高市能不能把他个人的魅力、他的支持率转移到自民党这些候选人的身上？说实话，要打很多的问号。第二个，刚才不是谈到了统一教吗？统一教是从韩国过来的，在日本的官方已经把它定位为邪教。那现在自民党里面那么多人跟统一教关系良好，甚至统一教的高层里面对跟高市过去的互动又很多，那在选举的期间，这个一定被在野党抓着打嘛，而且从里面会打出来一些跟统一教之间过度密切不当的接触，尤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当的捐款跟政治现金的问题。他一旦被揭出来的话，在选举上就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啊。第三个，高市在这一次决定解散众议院，他没有跟太多人商量，基本就是他个人的意见。他也甚至连麻生太郎他都没有召会，他14号他只是找了铃木俊一跟维新会的吉村洋文来告知而已，还不是商量，是告知而已。所以很多党内的大佬对高市这一种独裁专横的作风是非常不满意的。最后一个，在野党觉得说，你那么快就搞解散众议院要改选，你对于在野党，你把在野党当成什么？在野党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所以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危机感。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野党可能会进行合纵连横，对高市想要让自民党单独过半的目标，不见得可以达成。好，谢大使怎么看？李在明大概自己也很吃惊啊，他居然被这个检方求处死刑。尹锡悦啊，尹锡悦，对，尹锡悦。那这个对于韩国来讲，这还是第一次，对不对？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以前是全斗焕的时候有，不过全斗焕的时候那时候是派军队上去街上镇压，死了很多人啊，光州事件死了很多人啊。他这个是宣布戒严，所以这个法院这个检方这个提出要求死刑的这个求刑期啊，所以这个尹锡悦几乎怎么样，快抓狂了。因为这个法院宣布以后，法院就是说啊，现在他求处你死刑，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辩护的机会。结果这个尹锡悦在法庭上讲了89分钟，这个案子还没宣判呢，2月14号初审啊，将来还会可以再上诉的。那他在里面讲了很多，他说，像我这种笨蛋，哪有搞这种政变的权利？你们教我怎么政变，我还不会怎么政变呢？那就变成就是说，然后他的态度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激动。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说那种只有怎么样？他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怎么会去下令抓这些国会议员？可是从他给他89分钟那个讲话，他整个里面不断的敲桌子啊，不断的这个非常愤怒的表情啊，正好显示出来他的个性，
就是会做很多冲动的事情的。对，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你可以很冷静的来谈，可是他讲了89分，哇，那个态度极为激动，然后呢很冲动，然后用语呢也有点失控，所以呢这个要我来讲的话，加强我认为他就是那种搞政变，就是会搞这种就会搞这种怎么讲呢，很夸张、很激烈的一种人啦。所以我觉得那个89分钟正好让人家相信说他真的是有问题。好，游明教授怎么看？我认为高市这一次闪电解散，重新改选日本的众议院，最后的结果，他如果想要从现在的199席自民党的席次过半，必须要加46席，来到233，非常不容易。那如果你改选没有过半，你搞了半天，维持199、200、201、205，还是要跟维新会的46个加在一起，那不搞个寂寞，还要花多少钱？日本一次众议院的选举是600亿日元。然后呢，现在1月份才刚开议，日本是4月1号会计年度开始，所以接下来这2-3个月要去审理接下来4月1号以后的预算法案。你现在进行选举，就算2月8号选完的时候回来，你就算过半，那个法案也不容易在3月31号以前完成，所以会拖。然后呢，基本上他现在支持率很高，是39%，那自民党是30%，但很可惜，立宪民主党只有5%，所以他认为他的人气价值可以这个影响到选举。其实他另外一个想法，他现在人气已经高到他自己都有点害怕，因为接下来一定会往下走嘛，因为你面临到开议啦、法案啦、政策啦，你要降低这个物价，结果你怎么降？哪有这么厉害？然后呢，议员的情况、统一教的情况，我觉得他作为首相，他一定知道一些情资，大概统一教跟一些派系的问题，虽然不是他的问题，但是是自民党的问题，人家磨刀霍霍啦，所以接下来他要统筹负担这个责任呢，79%的民调一定会逐渐往下掉，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影响他，所以他现在要做这个东西。非常有这种安倍晋三的这种风格，3个目的：第一个要准备长期执政，他如果过半，我讲他如果过半第二个，他要把权力集中。你不要看他有的时候站在川普旁边小鸟依人，他是非常男性性格的这没有任何的贬义，这其实是他这种就是性格上面让人家觉得佩服的。妈妈上性格。所以呢，另外。他当然也觉得接下来，我过半或者是我接近一半，那我当然就能够让法案政策照我的意志去推动。经济的、金融的，这是最大的一块我们通常都觉得高市的高人气好像跟他跟大陆那边对呛有关系，其实在日本内部是他个人的个性以及高市的这些言行，还有他政策上的承诺。